从古至今，在运势领域一直存在借运的说法，把别人命中好的运气转为自己的，自己的衰运嫁祸转给别人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跟什么人待在一起，会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自己的运气。有的人运气很差，干啥都不顺，如果你跟他走近了，好运气就会被他吸收，影响自己的事业或者感情，而离开之后就事事顺利了。要知道是否做自己被吸走运气了，自己是非常清楚的。比如本来好好的，突然各种不顺利，这种就是自己的好运气被吸走了。也有的人好运爆棚，被吸走一些一点影响都没有，或者影响很小，这个就要看看身边的人是否是突然好运起来了。那个吸走你运气的人会突然变得轻松得意起来。一般能够在自己身上吸运气的人都是身边的人，至少要是能接近的人，所以那个吸走运气的人也会很快被发现。各种好事接踵而来，人生在世不免与各种人交往，而对于某些人，对方就是自己厄运的开始。有些人本来一个人挺好的，谈了一个女朋友，就开始各种不顺，生病、犯小人、工作挫败等，反而对方却越来越好。有些人整天花天酒地，莺莺燕燕，外面彩旗飘飘，但家里红旗不到。有些人犯一次桃花就妻离子散，身败名裂。有些人有点钱，身边就会各种人围绕，等把你钱败光了，这些人也就离开了。有些人本来事业蒸蒸日上，遇到一些衰的朋友，慢慢就败下来了。有些人甘愿放弃好的工作，全力扶持老公，最后老公起来了，也把自己抛弃了。这种事情特别多，特别是男女朋友或夫妻之间，听得最多的就是跟他在一起倒了8辈子霉，跟他在一起就没有好过，要不是我，他能有今天吗？他就是老天专门派来惩罚我的。总之一句话，自己的好运被别人借走了，其实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借运，只是彼此磁场能量不同。磁场不对的人，只要聊上一会儿，能量就会被他迅速消耗掉，严重的时候几天都缓不过来，非常影响我们的精气神。在工作和生活中，我们和阳光开朗、大大咧咧、不拘小节的人在一起，就会感觉放松、自在，心情好，工作效率就会提高。如果和一脸严肃、沉默寡言、小肚鸡肠的人在一起，你就会变得压抑，怕犯错，怕得罪人，怕别人暗坏自己，处处小心，越怕出错越出错。这就是能量磁场，和磁场不对的人很容易被消耗。在不能改变自己磁场之前，尽量跟正能量、磁场好的人在一起，让自己也修炼成优秀能量的磁场人，不被负能量所转，从而无形中转化着那些负能量的人。你是不是有个疑惑？运势这个东西看不见、摸不着，怎么能被借走呢？
给大家说个借运的故事，也是真实的。大家都知道袁天罡，袁天罡死后，他的儿子袁克师子承父业，一日带着几个随从过河。袁克师看了看船夫，坚决不肯上船，说船夫鼻子底下有一块黑影，这条船肯定会在河中翻掉的，不能上。过了没多久，远处突然来了个瘸腿的男子。袁克师仔细看了下，突然又说道：贵人来了，可以上船了。这个贵人是谁呢？他就是后来的唐朝名将娄师德。果然娄师德上船后，船行至河中央，遇上大风，差点翻船，最后却又化险为夷。这是不是借助了别人的运势呢？在庙里很多达官贵人都来找师傅，有个老板和别人合作，师傅看了两人八字和大运后，说此人走旺运，是你的贵人，你要抓住。老板听从师傅，安排会见，积极协商，签订战略合作，后来从公司壮大成企业。这也是借助了别人的旺运。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结婚要合婚，就是看对方命里助不助你。有些人一结婚，好运来了；有些人一结婚，就要跟着对方还债。人生祸福无常，祸兮福之所以，福兮祸之所伏。人走好运受福报的时候，不要沾沾自喜；走坏运受障碍时，也不要悲观消极。命运趋势，变化无常，行运可能连续几十年都是好运善缘，也可能几年好运，几年劣运，善恶交替，或可能持续几十年的劣运恶缘，基本上都在受业障。此时必须根据生辰八字制定方案，依法破解。这些都是根据命理借助别人运势，或根据八字命理旺衰调整自己运程，做出合理的决策。借运一说，很多人以为只借人运，即把别人命中好的运气转为自己的，自己的衰运则嫁祸转为别人的。正因为有这种想法，有害人之心的人总想着有事没事去弄下别人的八字，有防人之心的则暗中担忧自己的八字何时被泄露了，导致被人害。且不说有没有换运换命这种东西，就算有，这么做也是缺德的。而就算有人会做，谁会帮你做呢？目前民间流传的借运，其实是命理学上的一种改运方法，借万物生灵的运，来挡掉人运生辰八字本当发生的灾祸而已。一、借天地万物之运，在民间有拜蜀干娘和石干娘的说法，实际就是借万物之运。常见的有借风水宝地灵数的运等，当然不一定要选数，人们喜欢根据自己命格五行喜神等来选诸物属性，并拜其为干亲。在物体五行属性和方位的选择上，也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运用，比如根据东方为木，西方为金，南方为火，北方为水，中央为土。然后也可以根据物体颜色，青色为木，白色为金，红色为火，黑色为水，赤
赤色未土等，无非运用到阴阳五行八卦之术的融合。所谓万变不离其宗，方法大同小异。这种方法的关键是找准自己八字中所喜的五行。再有要找风水宝地的物品，只找对了五行。如果石干青、树干青所居风水不好，也达不到借运的效果。借人之运，我们这里所说的解人之运，并不是损人利己的做法，就是民间所谓的沾沾喜气。比如说谁家结婚了，会把喜糖给客人带一些走，这就是沾喜气。在民间还有些常用的方法，是借一件运势好的人家的物品拿到自己家中，沾上旺运。还有就是找到与自己磁场比较相配的人，经常待在一起，就能慢慢扭转自己不利的磁场乃至命运轨迹。最常用的借运法是利用八字原理来实现的。譬如一个人目前运气不好，通过分析八字以及大运流年之间五行磁场关系，需要加强金的磁场，那么就找一个八字金旺，两人经常待在一起，其关系可以是男女关系、朋友关系、上下级关系等等，比人较多的金性磁场，正好可以补给其人。这样的例子这些年遇到很多，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更多。有的人结婚前事业困顿，结婚后事业却蒸蒸日上；有的人独自干生意还算红火，为扩大经营规模与别人合伙，却赔得一塌糊涂；有的人得病久治不愈，偶然遇到一个医生却要到病除；有的领导工作比较平顺，换了一个助理却境遇不顺；有的人最近朋友圈子发生了变化，运气也跟着变化。这些状况的发生，揭示出一个重要的易经应用法则：一个人的自身磁场可以影响他人，也同样被他人影响。这点已被现代物理学所证明，人体五行能量场。至于这种影响产生的后果，可以通过八字、六爻、奇门等各种预测术进行判断。向自己借运，实际上就是向自己未来的运程交换。比如自己的好运在晚年，就把这个运程先借来交换现在的，而这往往需要很复杂的方法和时间，而且非普通人能做。自己有没有被人借运？经常有人一旦运气不好，就跑来问有没有破解被借运的方法，说是自己为此提心吊胆多时了，担心八字泄露了什么被别人借运了。实大可不必给自己平添此负担，因为与人换运这种东西并不是你想的那回事。运气被借从而导致自己倒霉这种事儿，恐怕几乎不大可能发生在你身上。即使有要压你的运势，也需知道你的生辰八字，有你的照片画像，还要有你的身体发肤之物，一般是头发或者是指甲、血液之类的东西。自己只要平时注意不让别人拿到自己这些东西即可。自己被借运了怎么办？世事无绝对，被人恶意的借运也并不是完全没有，只是极少罢了。普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，更别说碰上了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自身能力和做事方法没什么问题，
但就是做什么都不成功，还经常惹出很大的麻烦，或是本来一切都好好的，可是到最后总有突发事件把问题搞混乱。那首先该考虑是不是风水、流年运势和业力导致的问题。如果居住在一个不好的风水环境中，这个环境会给你的身心带来一些负面的不利影响，导致败运不断。这时候就要果断地改变居住环境。流年对于一个人运气的影响也是很直接的，决定着运气的好坏。比如流年犯太岁的朋友，受到太岁冲克，运势往往会比较差。此外，每个人生来都是带着业力的，那是我们累世因为各原因犯下的罪业，若是不消除，他们会积累成业障，阻碍着我们的生活，影响我们的运气。如果排除了以上问题，还是有各种不能解的灾祸出现在你身上，建议还是去找使用正确的方法处理比较好。最好不要自己操作这些东西，既不要生非分之想去借人运换运，也不要闲着没事找事儿自己吓唬自己。人的运除了大运和时运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，就是福报。平时多行善积德，修持自己的身心，让自己永远保持更多的正念正行，为自己多积累善功福报，慢慢感召来的也将大多都是对你有帮助的人与环境。而只要你这么做了，就不用担心什么被人借运换命的问题。最关键的还是内心的改变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心理改变配合外部环境的改变，才能达到改变败运、战胜败运的目的。传统风水思想中有这样一句话：福地福人居，福人居福地，福地福人居。是说福地不是对什么人都是福地，有福之人居住在福地，那确实是福地，而没福之人居住福地反而不好，不但得不到福，而且会变成煞，是有害的。福人居福地是说，对于有福之人，他所居住的地方就会成为福地，而不管这个地方对于别人是不是福地，风水和人有着密切的关联。一个地方的风水好不好，要看对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好。人的第一风水，心，养好一颗善良的心。中国古人也讲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善良是神赐予人的礼物，爱出者爱返，福往者福来。行善不用求福报，善良本身就是福报。懂得善良的人，他们的生活温暖而快乐，作恶也不用惩罚，因为恶人的心永远是冰冷的，没有尝过温暖滋味本身就是悲哀。一个人可以没有不富贵，可以不知名，但若失去了善良，人生就失去了根本。多种一份善良，让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美好和幸福。养好一颗宽容的心，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想，也就懂了别人的难处，心里也就柔软下来，开始饶恕别人的过错，原谅别人的过失。宽容也有自己的底线，一味宽容是一种软弱。一个不懂宽容的人，
将失去别人的尊重；一个一味的宽容的人，将失去自己的尊严。养好一颗谦卑的心，谦卑是一种眼界，懂得谦卑的人一定见过更大的世面，他们知道山有多高，水有多深，他们不会因为自己一点的成就就狂悖。谦卑是一种力量，谦卑的心就像一株野草，不取笑外面的世界，也不在意世界的嘲讽，默默积蓄自己的力量。谦卑是一种包容，山不辞石而成其高，海不辞水成其浩大。王阳明说，人生大病，一个是懒，一个是傲。谦虚一点总没有坏处。人的第二风水，嘴不揭人短，人活一张脸，树活一张皮。没有人不爱面子，伤了别人面子的人，也就伤了别人的心。打人不打脸，揭人不揭短，龙有逆鳞，触之即死。你让别人没面子，别人肯定要找回场子。瘸子面前不说短，胖子面前不提肥，东施面前不言丑。多个朋友多条路，管不住嘴的人处处树敌。人生之路只能越走越堵，不乱吹牛。赵国有一个方士好讲大话，他自称见过伏羲、女娲、神农、蚩尤、仓颉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穆天子、瑶池圣母等等，已经活了几千年了。有一天，昭王从马上摔下来，伤得不轻，医生说需要1000年以上的血才能治愈。于是赵王就命令把方士杀了取血，吓得方士赶紧澄清自己是吹牛。但是赵王不信他，认为他是为了保命而撒谎，还是把他杀了。很多人没事就喜欢吹牛，好像不说大话显不出自己的本事，但是一旦别人信以为真，那可就要付出代价了。所以千万不要不知轻重，胡乱吹牛，不说废话。墨子曾回答他的学生子禽说，话说个没完没了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比如池塘里的青蛙天天叫，弄得口干舌燥，却从来没有人注意它。但是雄鸡只在天亮时叫2、3声，大家听到鸡啼就知道天要亮了，于是都注意它。在生活中，精辟的见解才能受人欢迎，泛泛空谈则招人生厌。实践证明，言之有物，正确把握好说话的分寸，才能够给自己增添魅力。人的第3风水，行为不走捷径。人生当然有捷径，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，一下子就能把人摆渡到幸福的彼岸。但是捷径走得多了，人就会失去攀登高山的能力。捷径是一种取巧，而攀登是一种锻炼。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崎岖，而非坦途。能走的捷径实在少之又少。高楼起于平地，大浪浮于海底。人生需要一点点积累，崎岖的路走得惯了，偶尔走一走捷径是行得通的。但捷径走得惯了，再去走崎岖的路，就是一片怨声载道了。
不损人利己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。向善很难，向恶很易。人与之间都是相互的，相互真诚，相互帮助，大家都不是傻子。你如何对别人，别人就如何对你。你以为你是赚到了，其实却亏进去了自己的人格。午夜梦回，怕是也会遭到良心的谴责。不占小便宜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天上掉馅饼也不一定砸到你。所有的小便宜背后，一定是藏着更大的代价。时刻谨记，好事不会都让自己赶上。不占小便宜是一种教养。左宗棠说，好便宜者不可与之交财。占了小便宜，却失去了大家的信任，得不偿失。有时候不妨让人一步，人人心里有杆秤，久而久之，大家会尊重你的为人。吃亏是福，不占小便宜也是一种智慧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回复一句守护我的好运气。希望你永远保持更多的正念正行，为自己多积累善功福报，慢慢感召来更多对你有帮助的人事物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